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那个就是周五 AI 操纵站。那我们今天是请到显君来帮我们就是讲大家一直在敲碗的，就是如何用 AI 来帮忙做简报。那今天可能就是会以那个就是介绍Canva 为主，跟搭配一部分的其他的就是节省是 AI 的工具来帮忙辅助内容生成。那显君也是大概是最后一次的分享，因为他下个礼拜之后就会毕业了。好，那就是请贤君开始，谢谢。大家好，我是 AI 版的研发替代役邱贤君。然后，就是大家应该会对这个比较没有那个技术能力的基础的这个讲题比较没有负担。然后今天要讲的就是怎么用 AI 去做简报啦。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然后呃，就是跟前几次的设定会比较相似的，就是一样会有所谓的角色的设定，然后到中间的可能生成，然后最后人工的检视这样子。对，就是希望能加速大家做 用 AI 做简报去加速原本的人工那边拉来拉去的流程这样子。对，那一共会有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有点像是，可能前几堂课蛮多讲者都有提到的，就是你要什么设定它的功能角色，然后还有就是让它生成所谓的大纲。因为简报你可以想象成，如果是别人叫你做简报，然后他只跟你讲我今天要做10页的简报，然后什么讲题都没跟你说的话，他会生出什么东西？就是你会生出什么东西？那同样的概念套用到我们下指令的时候，你如果什么指令都没有讲清楚，那它当然会生出可能不符合你预期的东西这样子。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目前有几个比较我自己知道的，然后也会使用的几个 AI 做简报的工具。那有几个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等一下会再介绍跟给大家看我实际上下 prompt 跟有用到的这些工具。那第三个阶段比较像是人工去检视，如果你有数据相关的东西，不要太相信 AI 的直接的 output，或者说你至少要人工去确认，AI 生出来的东西是你要的这样子。对，好，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AI 可以帮你生这些所谓的指令，然后你也可以给它指定角色。当然，你指定它越就是你告诉他越详细的情境，或者是越详细的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这个角色带入，他会以更专业的这些视角去帮助你去规划整份PowerPoint 或者说 Slide 的这个架构。对，那这边有一个小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实际上要做简报，用 AI 去帮忙你协助产出的时候，记得不要叫他一步到位，就是你可以跟他说，等下实际上我会秀我的 prompt 给大家看，就是尽量是多来回讨论几步，再去叫他做生成的这个动作。一来是你如果叫他直接生的话，他如果生一个太差的东西给你，那会浪费很多时间跟所谓的 token，那就是这个就是如果免费版就是要好好珍惜这个 token，不然你直接叫他产出会
可能会需要明天才能看到所谓的简报。对，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版本的，算是 prompt，就是当然这个一样是 AI 生的，就是你可以先指定，你可以先告诉 AI，它今天是什么 PowerPoint 的简报设计专家，然后use case 就是使用情境会是有关什么主题的，然后你的听众或者是你要分享的对象会是谁，然后希望达到的结果，然后当然你要指定页数，你要指定可能标题列点或是不列点，或者是以图为主，或者是设计风格等等，你都可以先给他做设定，或者是先告诉他说我想要怎么做，然后他可能会先因为这边有先指定说就是先给我大纲，所以他照理来说他是不会直接生简报给你的，对，然后就是通常这边会先进行讨论，然后就是你跟 AI 来回互动个几次，然后等确认它的大纲或者说它的提示词，就是所谓的 prompt，符合自己的想象，就是完全符合的时候，或者是你还有一些细节想要补充进去，就是他没有写的，就等到真的确定，这些 prompt 都是你想要的时候，你再去给他，就叫 AI 去生简报这样子。对，那下面这3个就是可以填上去的例子。对，那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你不要一次给它生。那这里的范例就是说，可能某一页的内容太技术化，或者是可能说明要怎么样，或者是听众可能比较多的是不懂技术层面的同仁等等。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再把这些东西再跟 AI 说。那你说。说完之后，他可能会再生下一个版本的不管是大纲也好，或者是提示词也好给你，然后你再去做检视。那避免事后的时候，你还要自己去修正，或者是浪费所谓的时间跟 token 数去叫 AI 帮你修这样子。好，那好，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用 AI 做简报的工具。那 Gemini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我自己知道免费版应该也能做出简报，就是等一下会稍微给大家看要怎么做。然后 Cloud 可以做，但是免费版的额度应该是蛮少的，就是可能你做少少的页面，它就会烧完了。所以这个是有订阅的同仁才比较推荐用 Cloud 去做简报啊，有订阅的同仁还可以用 Cloud Design 去做，对，效果也蛮好的。然后Gamma 是目前我自己这一份简报就是用 Gamma 做的，那它是另外一个用 AI 去，就是这个是专门 for 做简报的工具，对，它免费版有一定的额度，就是有一些使用限制，但是我自己使用下来是觉得，在这些有限的额度内是蛮够用的，对，好直接给大家看，对，报告。刚进看，这个画面，好，好，那这个是它的输入的地方。
它其实应该会从这里这个新建开始进来。你新建点下去之后，它可以选这4个可以选。那我那时候是直接选这个贴上文字，那就会到这个页面。那这个东西是我贴上去的，就是可能它有分阶段。那第一阶段可能就是设定，然后对，然后这个指令就是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专家，然后这个就是刚刚我第1页的内容嘛，那它就根据我这个指令去做出来。然后它会有一些标题、内容要点，然后这个风格，然后这个也是我刚刚的那个简报的指令嘛，对，所以就是它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贴什么，然后它会去根据你的阶段，然后 prompt 跟你指定的内容去做生成。那这个东西因为是 AI， 应该说这个 prompt 不是我手打的，这全部都是 AI 生的，所以如果大家应该说基本上大家不太可能一次就想到这么多东西要丢进去给 AI 去生。那你想不到这些内容怎么办？那很简单，就是你想不到就叫 AI 帮你生，所以它大概会有2、3个步骤的这个生 prompt 的步骤。好，那我一开始其实就很白话，我就跟他说我在准备一个要用 AI 做简报的课程，那你可以帮我拟一个文字，然后包含以下流程内容，然后去下指令，可以来回讨论。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来回讨论是相对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你不这么讲，或者是他可能就不会追问，或者是你可能就会觉得他生出来的东西已经够用了。但我觉得来回确认需求蛮重要的，就是至少要精准。对，那他就会给我刚刚那一大串的指令，对，就这一串基本上就是我贴过去的那一串，所以不知道要怎么生指令的时候，你也可以叫 AI 生指令给你跑，对，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使用这样子。那大家如果有就是手边有空闲的视窗屏幕一样，可以自己开 Gemini 试试看，就是你叫他生什么简报，然后指定内容，就是我这边内容其实很简单，我只有下3个点这样子，就是你基本上就是告诉他要怎么做，他就会有算是蛮完整的一个东西给你，对，然后有这个这个 prompt 生完之后，就把它贴到这个各个工具有不同贴这个指令或者说提示词的地方，贴完按生成，那就会跑出这个，我自己觉得比我人工做的简报还好啦，对。然后刚刚简报上这边少提到一个是 Canva， 但是 Canva 我自己用下来的使用心得是，它的预期跟我想的比较会有落差，但是效果还是可以接受啦，就是可能人工会需要微调的地方比较多，像 Canva 的这个提示词，我应该是下的跟伽马一样的，但是它生出来的东西就会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就是比较，但是就是比较科技感啦，因为它可能看到几个关键词是跟 AI 相关这样子，对，但是它的不管是排版还是文字还是字体大小，我觉得都没有伽马比较舒服。对，但如果你这个 prompt 下比较精准一点，或者叫它修改，它应该还是
会达到一定的水准这样子。对，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对，然后再来是刚是说 Gamma 跟 Gemini， 还有Cloud， 就是基本上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都一样。然后Gemini 等一下会再给大家看，因为 Gemini 的最近有比较比较笨的情况，所以你叫他做，他不一定会做出来。对，但是 Cloud 基本上就是你叫他升，他就会升。但是 Cloud 有一个问题，除了刚刚提到可能免费版的额度之外，还有个问题是它会跑蛮久的，所以你下提示词下去，你可能要等一阵子。然后最近考的又比较不稳定，所以不一定能就是它可能会有几次会是说什么 error 之类的。对，好，那刚刚那些工具，比如说已经跑出一个原版的简报之后，那再来就是比较算收尾的部分，那你可能就会需要做微调，或者是跟那个 AI 工具来回讨论说，可能你还要做怎么样的修正。那等到真的都已经大概大致上符合了之后，那你就可以也不一定要退出啊，只是大部分应该说可能有部分的人会有需求是会需要汇出到 PowerPoint 的这个需求，那你就去找它的它这些工具都会有汇出的按钮了，对。然后最重要的是AI 生出来的东西还是不要尽兴，就是它可能排版架构是符合需求的，但是它实际上里面的内容文字，特别是如果牵涉数据相关的东西，一定要人工去做审查。对，那就是希望大家用 AI 做简报，应该说，用 AI 做简报的缘由就是希望不要有那些太繁琐，要贴来贴去啊，或者是你明明就是脑中已经有个想法，可是你却会在排版上花太多的时间，或者是架构花太多的时间去做可能前后页的调整。对，那你等于说你这80% 的时间交给 AI 去跑去生，那可能就给你一个其实接近可以直接使用的简报。那你最后只需要花就是你叫 AI 生简报的这些时间，你就可以拿来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务。那等到它生完，再回来去看刚刚提到的可能数据正确性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剩下一点点要调整的内容，这样就是会是大家工作比较有效率，然后比较省时的一个算是蛮重要的工具。对，就是掌握这个 AI 做简报的流程，你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去产出比较算是水准以上的简报。对，好，然后再来给大家看Gemini 生简报的问题。好，然后这是另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个一样是简单的 prompt， 我跟他说我要生一个简报，然后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我要他总结一下我在 CDC 担任研发替代役的工作，然后可能会是需要当成结案报告加心路历程，然后我这边就最后一句话，我就跟他说我还要提供什么，就是跟我说这样子，那他可能就会想一下，然后他就会生成第一版的模板。那刚刚那个模板是我直接贴嘛？那这个模板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再加上这里它有
反问我一些问题，那这些东西我就在回答他这样子，然后回答完之后，然后他就生下一版的 prompt 给我。好，其实照理来说，在这边应该要直接可以生，就是这个对话框生简报，但是免费版的那时候用 Pro 跑会大概这来回2、3次就没了，所以容我偷吃步到这个 Pro 版的，对，然后我就把刚那一段贴到这里，然后这边比较重要的是，我自己做简报的话，应该还是会选这个3.1 Pro 的这个模型，就是思考型，大家可以试试看，但不建议用 Flash，就不建议用快捷模型，因为它产出的品质可能还是会有差。然后选完模型之后，这边这个工具的这个 Canvas 一定要打勾，它不打勾会不会产出我不知道，但估计是不会。所以但勾了，现在的 Gemini 可能也没有聪明到一定会产出啦，因为我贴给他，他第一次就再回贴给我一个讲稿跟大纲，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不聪明，对，然后中间他还叫我直接去贴程式码，就是大家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先别慌，就是你就再跟他多来回几次，就是多骂他几次，就是他中间也有生给我这个看起来很像简报，但它其实是网站的版本，它其实是 HTML，就是看起来蛮精美的，但是就是它没办法绘出成简报嘛，所以我就在这边说我要能绘出成 Google Style 的版本，他大概第3次终于看懂我要什么，所以他就最终就给我这个我要他生给我的这个 Google Style 的版本，对。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 Gemini 生的简报也蛮好的。对，好，这个是我的算是另一个例子啊。然后在这边给大家看哦，Cloud 就是我也是下一个很简单的 prompt，但是这个我就跟他说示范，然后他就给我这个版本的 PowerPoint 了，是这个Cloud 比较来回比较少。OK，好，它其实生出来的东西也蛮好的，对，它就是根据你的提示词去做出一些比较排版，就是排版蛮清楚的，对，就是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工具的生成的比较，大家可以，当然你如果指定风格，其实中间的工具应该是不会差距太多，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先这样，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刚刚有跟着操作的话，有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现在发问。Google Slide 没有，我没有，刚刚我秀的这些所有的简报都是他自己生的，我全部都没有给模板啊。当然，如果你有指定的模板要给他生，当然是非常好。他应该，应该说他有80-90% 会按照你的模板去生成你要的内容，这样子。对，啊，我是这几个简报我都是没有指定的。
好，那个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所以刚才那个 prompt 是都在那个简报里面，就是今天分享简报上面有，那大家可以就直接 copy paste 去试看看哦。然后另外，今天就是贤君带了很多工具，然后那另外就是每一家，就包括说最近的就是 ChatGPT 它改版之后，它也是有一定的做简报能力，不过之前是比这几个目前贤君介绍的还要惨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就没有特别拿 ChatGPT 来做 PowerPoint 的这个范例 demo 给大家。那另外比较进阶的话，就是假如有机会的话，就是我们看看后面有没有讲者在分析，就是再跟大家分享用一些比较是在我们帮忙写 code 的 agent，然后再去做一些就是简报的设计跟制作，那甚至说你假如是要有一些的那个就是影片的制作，或者是说一些互动式的影片的制作，那假如大家有兴趣，就是请在留言或是敲完，然后就是我们这之后就有机会就会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样子。好，聊天室来用。OK，刚刚说的这些，就是 Cloud 的 Gamma、Canva 跟Google Slide，Google Slide 都是可以，都是可以抽换的，就是它只要汇出成 PowerPoint 或是 Google Slide 都是，你想要，就是它会，对，就是它是其实是有模组给你去选择，就比如说这个字你想要删掉，想要重改都是可以的。对，哦，对了，然后忘记补充，就是这边没有介绍 Notebook LM 的原因，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它一样可以生简报，只是坏处就是它没办法去做它要做修改的方式会比较复杂啦。就是因为它生成的就会是像刚刚提问的这个，可能的疑虑就是没办法去微调内容。那我刚刚介绍的工具都是可以微调内容的，对，就是它可以修改文字，可以抽换图片，可以拉来拉去去做。就是你如果不满意它的排版，你可以自己去做排版这样子，对，所以是可以的。举手。嗨，喂，要提问。线上有人。线上有提问吗？那个讲没有问题，那因为那个 Notebook LM 就是这边今天显君有讲到一个他比较不推的 Canva，但是 Canva 假如说你今天的 Canva 是有付费的，就是有氪金的版本的话，我知道署内好像至少有2、3个组是有买 Canva 的付费版本，然后你既然有买付费的版本的话，在生成 Notebook LM 就是生成简报的时候，那你会嫌他说那个都不能改的情况下，那你就把这个 Notebook LM 的生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个简报档，就是丢到就是丢到就是那个 Canva 里面，那它就会有一个神奇的工具去帮你去做一些的那个就是后置，好，那会比其他工具来的方便，因为其他的工具就是还有包括说一些就是帮你去把那个简报去拆分，就是说成文字跟图片，然后之后你可以去做文字编辑，但是那个格式整个都会跑掉。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的。呃，所以这个就是这几个工具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中文字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它就是跟一般的 Google Slides 跟你的或者你的 PowerPoint 要去做那个做修改一模一样，就是都没有问题。那它不会有像 Notebook，然后你刚才讲，就是它就是一个图片，然后你要改字会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扰。
啊，所以就是今天就是，而且今天的那个就是讲的就是说，那你在没有付费的情况下面的话，也都可以使用。然后但只是说，那在没有付费的情况下，就是刚才贤君有讲到，是你要非常注意你的 prompt，就是说不要太浪费于说就是前面一些比较没有意义的对话，所以可能你要它其他生成的内容的时候，你可以先在其他的那个就是确保就是在其他的像 Gemini 或是 GPT 里面去跟它对话产生出来之后呢，再贴进去 Gamma 等等之类的这样子，好，那这样子会比较节省你这个免费额度那个生成简报的一个token。好，那假如大家没有任何问题，那就谢谢大家，然后下周再继续欢迎继续准时收看，谢谢。